是每个天使都长有翅膀，不是每段旅程都适合飞翔，不是每次相遇都只是偶然，总有些人在你生命留下温暖。当人潮渐渐消散，谁陪你度过心慌？那些关怀鼓励一辈子陪伴，每颗心都该注满纯真、善良和勇敢。我们都是别人的天使，用爱播种希望。喜乐无常，内心却感动满满，爱能照亮那些孤单的心房，有种力量能传递千千万万。每个人都是天使，让这世界找不到忧伤。不错啊，好了没有？哎，怎么会这样的啊？这么好，不错，告诉妈妈，你背后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是我乱跑，就自己跌倒了。哦，难怪你要自己冲凉，怕我发现啊。不过我看你的伤不像是自己造成的哦。那写不错。爸爸问你哈，你 confirm plus chop 这个伤是自己弄的啊？在你回答之前呢，你不要忘了哈，你爸爸妈妈呢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哈。来，怎么弄伤的？是不是同学欺负你啊？不是同学的话，就是老师喽。老师没有打我。那不错，爸爸妈妈呢一定会保护你的啊。不过你一定要告诉我们呢，是谁弄伤你的背的？来说。哎，不错，乖，告诉妈妈怎么弄伤的。Hello。没有啊，昨天我看他的背还好好的，根本没有受伤。会不会是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跌伤的？不可能，我们是跟在他后面走回家的。会不会是其他的小朋友欺负他？应该没有吧？还是你体罚小孩？我没有，他还这么小。我们相信你哦。那希望以后你可以多注意一点了。我会的。对不起。事后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觉得你们应该做一些防范措施。负责人呢？我看不用了。希望以后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了。谢谢。走了。为什么不让我见负责人？哎呀，何必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被人家投诉的感觉啊是不好受的。喂，我不是要投诉哎，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小孩子受伤了，要他们提高警惕。你这样子说也没有什么差别啊，他们一定是抓庄老师进去里面训话。你没有看到人家已经很忧郁了，不要害他再被骂了。谁叫他没有把工作做好？因为是人都会犯错，都会疏忽的嘛。再说不错的这个伤有可能是单一事件来的，不要把这个事情哇搞得那么大嘛。哎，我是不想这种事情再发生。哎，不如我们换个幼儿园吧。哎，这间店 for sale 嘞，干脆我们把它买下来，自己开一间幼儿园哦。你可以肯定吗？我们搬去另外一个地方呢，就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。跟你说，小朋友啊，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，肯定有一段时间那是给人家欺负的。我说你不知道啊，我小的时候啊，经常给人家欺负的，一个礼拜有7天呢，有6天呢，我被人家打到鼻青脸肿了。最后我怎么样？我是挨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更加的坚强。所以你是要不错像你这样吗？对，四肢发达，头脑不简单。我才不会让我的孩子白白被欺负的。总之这件事情呢，我一定会查到水落石出。
原来你是这样的人。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啊？来，就是这样的女人呢，性格刚烈，追根究底，有仇必报，不可以得罪的女人。知道就好了，小心一点啊，不要得罪我。等一下，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女人，怎么样？我们回家了，走了。你怎么可以骂客户不是人？我觉得我没有骂他衣冠禽兽已经很好了。我知道有些客户的嘴脸是很讨厌，让人受不了。可是你是在工作，必须维持你的专业，不应该带入个人情绪。我要你向客户道歉。对不起啊，我做不到。我没有办法为了工作出卖自己的尊严跟良心。你不认为你自己有错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还有，如果今天我是老板的话，我会拒绝这样子的客户。如果以后有机会开律师楼，我只接那些可以伸张正义的 case， 绝对不会接那些要到医院逼老爸签字的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喂，安迪，周末拿我的水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走了，不要喝了。我刚才去order食物吗？对不起，我去买一罐赔给你。哎，你的喝完没有？还没有啊？快点喝，喝完罐子给我。阿妈，这2个罐子给你好吗？谢谢谢谢。还有啊，这钱给你。不用不用。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？你认识那个阿婆啊？不认识，只是觉得她可怜。走吧。哎，你今晚要不要去看电影？他能不能把事情做完吧？这么多事情要做。哎，那不是刚才的阿婆吗？我等一下买一包还你。阿妈，阿妈，天气这么热，这水果给你吃好不好？不要不要，你自己吃。那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，可以打电话给我啊。不需要了。我每天捡些纸皮、积水罐、出报纸，我能养活自己。妈，你这把年纪还可以自食其力，很棒啊！自食其力是应该的。小姐，你人真好，下次我介绍我孙子给你认识。好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跟你做朋友这么久，从来都没有买过水果给我，现在竟然把我的水果给了阿婆，你人真好啊，小姐。大小姐，你有像阿妈这么辛苦吗？一包水果要跟我计较。我有东西忘了买，你先回去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那不是阿妈的推车吗？喂，喂，喂，不要跑啊！哎，还想跑？喂，是你，是你啊？你干嘛拿鞋丢我啊？谁叫你偷东西？偷了什么东西啊？偷了你的心还是你的人啊？人赃并获，你还敢贫嘴？我认得这辆是阿妈的推车啊。这袋水果还是我买给她的。亏你长得人模人样，还是一名护士，你阿妈这点东西都不放过，你还有没有羞耻心的？哦，原来你就是我阿妈说的那个漂亮律师小姐。不要以为你这样子说，我就会放过你。
不要放过我，那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带我回家？带我回家吧。你继续笑吧，我看警察来了，你还笑得出来吗？啊，好了，不要闹了，她真的是我的阿嬷。不要跟我来认亲戚这一招。你要我怎么跟你说，你才会相信？我不用信你，警察信你就好。等一下，啊，你自己看。她真的是我阿嬷啦，我是负责帮她把推车推回家而已嘛。那我刚刚叫你，你为什么跑？小姐，怎么听到啊？喂，你的脚流血了啊？我先帮你消毒啊，可能会有点痛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误会你，跟你道歉 ，sorry。没关系啦，你也不是有意的嘛。对了，你怎么认识我阿嬷的？就是看他在小贩中心捡汽水罐啊，这把年纪还可以自力更生，很佩服。你该不是拐个弯骂我不孝吧？我哪里有这个意思？我已经劝过他了，他说要打发时间，我也没办法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都不接受我的帮忙。连我这个孙子的钱他都不收了，更何况是一个外人。好了，不过看样子啊，你应该没有办法穿这双鞋回去。喂，这里有双拖鞋，不嫌弃的话，先借你穿嘛。好啊，谢谢你。是不是所有的护士都随身带着药箱的啊？别的护士我不知道，不过我认为随身带药箱就会有用到的时候，就好像现在。今天谢谢你啊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你确定不用我送你回去啊？我只是割伤，又不是脚断，没事啦。拜拜。原来喜欢一个人，就像天要下雨一样，挡也挡不住，改也改不了。我必须承认，这个女孩子真的让我心动了。医生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没有病死，也会给他们气死。既然都已经知道了，你干嘛还要生气啊？来，帮你量一下你的心率和脉搏。医生，你的心率不规则，脉搏有点弱，你会不会觉得喘不过气来啊？不会。那就好，医生已经开给你抗心律失常的药物。不过你要记得啊，千万不可以做激烈的运动，要戒烟戒酒，不能吃煎炸油腻的食物。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所谓好死不如赖活，等你康复了之后啊，一切都值得的。希望了。医生，你的孩子没来看你啊？他们已经拿到他们要的东西，还会来看我吗？你不要想那么多，好好休息。有什么问题就按铃啊，我会来找你。嗯。什么？有没有好点？哎，新来的。我刚从 ICU 转过来。对了，医生，我肚子很痛，帮我看一下。嘴巴打开。今天大便了没有啊？没有。昨天有没有大便啊？好像也是没有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不大便的肚子当然会痛啦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开个药给你，一天吃3次。是饭前还是饭后吃？Mr. 张，你干嘛？医生在给我配药。医生？Mr. 你搞错了 ，Mr. 张跟你一样是这里的病人啊。什么？他不是医生啊？当然不是啊，我看你是病糊涂了。
还有你啊！不要老是拿别人来开玩笑嘛！假扮医生是犯法的。我没有，他说他身体不舒服，叫我帮他看看罢了。他弄错你不会否认啊，还要给人家配药。哎呀，我只是安慰他，让他心里舒服一点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非常严重，我会写 report， 我会告诉 sister，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犯了。那啥，不用 report 了，他只不过是跟我开玩笑。啊，对了，你有认识的律师吗？没有哎，找律师干嘛？我想立遗嘱。立遗嘱？哇，看不出你这么有钱的。也不是很多钱，我以前做小贩，生意还不错，赚了点钱，名下还有2间房子。哦，幸亏我穷光蛋一个，两袖清风，没这方面的烦恼。立遗嘱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分配财产，把纠纷减到最低。所以呢，我才要找律师立遗嘱，你就帮帮我吧啊！好，我帮你问问看。阿姨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医院。哦，这里就是医院了。你要去哪一个部门？我随便了。哦，原来你叫于慧莲，我叫你莲姐可以吗？莲姐啊，你身体哪里不舒服啊？我肚子饿，早上到现在没东西吃。那你家人呢？我有一个女儿。可是他对我不好，经常骂我，不给我吃东西。没事的，莲姐，你跟我来吧。莲姐，来，喝水。谢谢。大姐，什么状况啊？失智老人在大堂遇见的，打给他女儿了，先过来接他。安迪啊，好不好啊？你女儿啊，很快就来接你了哈，等下就回家了啊。住哪里啊？宜顺啊，那边的板面很好吃哦。我要吃面。莲姐，我拿饼干给你吃好不好？我要吃面，你们都不给东西我吃，是不是想饿死我？安迪啊，不然这样子啦，我带你去楼下吃面哈。大姐，她女儿来了啊，你叫她去肯定找我们啦。好。来，安迪。给我啊，莲姐。来，安迪啊，你的面来了，吃了吃啊。啊，突然间下雨了哈。哇，这样烫，你想烫死我啊？好，来，我替你搅拌一下哈。待会儿呢，它冷了你再吃哈。冷了就不好吃，我要吃蛋糕。我要吃蛋糕，我要吃蛋糕。安迪啊，你不是玩我吧？我不是玩，我要吃蛋糕，我要吃蛋糕，我要吃蛋糕。OK， 好。不然这样子啊，你呢先吃我自己做的面包哈，很好吃的，吃了垫肚子先啊。咦，这是隔夜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我要吃蛋糕，我要吃蛋糕。OK， 好，安迪，好。这样子，我现在呢就进去买一片蛋糕给你吃哈，你就乖乖的坐在这里哈，好好的看好这碗面哈，这碗面呢一碗要3块半呢啊，你不吃我可以吃的啊。一片要1块钱，不会去打抢啊。那安迪，蛋糕来了。咦，这个哪里是蛋糕？是啊，这个是蛋糕来的啊。这叫蛋卷，蛋糕是有 cream 的，上面有 cherry 的，这个都没有。安迪，你很厉害了，可以分辨什么是蛋糕，什么是蛋卷。我现在怀疑了，你到底是饿还是不饿？你不好，你是坏人，最好给吃创西。哎呦，安迪，
你的嘴巴怎么可以那么毒啊？那你可以这样子揍人的啊？我跟你说了，里面呢是没有卖你要的那种蛋糕，好，那你就先吃这个，垫垫肚子。我等一下呢才去买一个有 cream 跟 cherry 的给你，好不好？你不是说不要吃面了吗？好，吃，开心就好。怎么停下来不吃了啊？咦，不好吃的。哎呦，安迪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吃不到2口你就说不好吃，这是浪费食物，懂吗？一碗要3块半呢，3块半哦，我可以从这里回家，我可以从家哦又来这里。哎呦，妈，你怎么跑来医院啦？庄老师，原来这位安迪是你的妈妈。对不起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不会。妈，我们回家吧。不要，我要吃蛋糕。回去买给你吃。我现在就要。不要闹了，回家。你是坏人，最好给车撞死。我也想啊，这样更好。你走不走？我不走，要走你走。不走随便你。庄老师，你这样子跟老人家怄气是没有用的。你自己看到的啊，不是我不要带他回家，是他自己不肯走。我明白。不然这样子，让我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安迪啊，刚才你不是说很想吃那种有 cream 有 cherry 的蛋糕吗？其实呢，你女儿啊已经买好了，放在家里面哦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如果你不赶快回家的话，有可能啊会被蚂蚁给吃掉啊。对，快点回去。回家了啊。来。拜托你了嘛，不要老是给我添麻烦嘛。嗨，我老远啊就闻到你的香气了。那水说给你吃，配奶很好。难得会想到我啊，怕我肚子啊。其实哦，这个水说我是买给一个失智的老妇人，可是啊，她却嫌啊上面没有 cream 啊，没有 cherry 要不要吃，所以我想啊，一定要拿给我心爱的不错的妈妈吃。就算是这样，也可以说个善意的谎言来逗我开心啊。为什么啊？这个呢，1块啊就要1块钱了，我都不舍得自己吃啊，我就想要拿给你吃啊。虽然真相不是很浪漫，不过至少呢，他够坦白，没有骗你。对呀，夫妻俩呢就一定要坦白，不能有秘密的。brother，年姐回去了。对呀，他的女儿接他。哦，跟你讲，新加坡真的是小到不行了，他的女儿啊，竟然是不错的幼儿园老师。张老师？对啊，其实他妈妈失智的情况是蛮严重的，他的心地不是很好的，一直咒人家死。最令我生气的就是啊，他害我浪费了3块半了，我的心是痛得要死啊。拿钱我还给你好了。不需要啦，他又不是你妈。话说回来啊，这个庄老师，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耐心。刚才啊，他跟他的妈妈说几句，哇，说到一半呢，他就开始发脾气，他甚至啊一气之下，他还要走人呢。我看呢，最好是更不错，换一个幼儿园啦。哎呀，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理由，那就不要换了。要照顾失智老人不容易，不应该歧视他。家中有失智老人的子女，通常都被折磨得心力交瘁，心里难免会难受的。尤其是那些请不起女佣，又没有兄弟姐妹帮助他们，得一个人照顾父母的，压力更大。听你们这样讲啊，我越是觉得庄老师啊是一个定时炸弹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引爆。如果说没有适当的辅导的话，我担心啊，他会把那个气呀出在孩子身上。既然你们认识他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去开导他，去帮助他，不要让这个炸弹引爆。我相信心里会是一个很好的拆弹专家。不过不错，最近背后有块淤伤，我们本来不敢乱下定论的，但是现在好像有理由怀疑庄老师了。这些照片是警方提供的证据，你有什么解释？我是被女佣诬陷的，我真的没有虐待她。那你是说你女佣故意弄伤自己来陷害你？可以这么说。娟女士，你必须说出事实的真相，我们才能帮到你。
隐瞒或者颠倒事实，对你是没有好处的哦。我的确是原来运动烫他，谁叫他笨手笨脚的，连孩子都照顾不好，还有儿子跌倒哎。就因为这样，那女佣有没有向你顶嘴，或者说些话来激怒你？有，这就可以作为求情的因素。啊，你仔细再想想，你女佣有没有曾经犯过错？比如偷你的钱，偷用你家里的电话，打骂过你的孩子，或者跑出去跟别人幽会等等。很像没有哎。不过如果要做到有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我们是不可以捏造证据的。我可不可以这样说？你是在女佣的激怒之下，又看到孩子跌倒流血，才会拿起烫斗，不是有意的，只是想吓一吓他，没想到一不小心就烫伤他。对呀，对呀，就是这样啊。这样子的人你还要帮他辩护？只有你孩子是人呐，你女佣也是有父母的孩子，就因为是女佣，就该被你这种无良的雇主虐待吗？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进来吗？知道，我刚刚又得罪客户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身为律师的职责是什么？站在所有委托人的立场，替他们辩护，确保所有委托人得到最公平的判决。很好，至少你要记得这几个要点。那你刚才是什么态度？我明白身为律师的职责，可是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接受不公平的事情。洪律师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当律师吗？我就是想维护正义，替所有的受害人讨回他们应得的公道。你应该明白，在法官还没有判决之前，所有人都处于假设无罪的情况。就是这样，才需要我们律师替他们辩护，维护他们的权益。可是他已经承认他虐待女佣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替这种人维护他的权益？又跳进自己预设的立场。在你当律师之前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律师的职责不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，而是依法全力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。而委托人没有好坏之分，有没有罪由法官来裁定，不是你。明知道开会的时候要把手机放silent，这是基本礼貌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Hello， 喂，我是龙华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你干嘛这个时候打来啦？害我被老板骂。啊，对不起啦，你不方便可以不要接的吗？啊，不接都接了，什么事情？有很重要的事情啊，我想要请教你，电话里面讲不清楚，你方便出来见个面吗？哦。哎 ，Hello， 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出来讲。哦，上次啊，你买给我阿嬷的水果真的很好吃哎，要去哪里买啊？这件事情电话说不清楚吗？哦，那么严肃干嘛？跟你开玩笑的。我其实很忙的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开这种玩笑。OK， 我们说正经的。今天我是想向你请教一些关于立遗嘱的事，顺便想看看你的脚板好了没有。皮外伤小事。谁要立遗嘱？你记得上次你来医院帮忙立遗嘱的那个病人吗？他想找一名律师帮他重新立遗嘱。你也知道啦，之前他立下的遗嘱都是他的孩子逼他的。哦 ，sorry 啊，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帮你，因为我是黄志远，也就是他的孩子的代表律师，所以我不可以同时帮他们2个人立遗嘱的。那你随便帮我介绍一名律师吧，随便一个就行了。你知道，其实立遗嘱不一定要找律师，你自己立也是可以的。真的啊？
你只需要找2个没有利害关系的成年人做见证，然后把遗嘱的内容、细节和受益人的资料写清楚，再上网登记新的遗嘱就可以了。那怎么样才知道内容写得清不清楚啊？你可以去问懂法律的人，让他们帮你确认一下吧。可不可以问你？不可以，因为第一，黄先生的 case 跟我的当事人有利益冲突，所以我不方便介入。第二，我最讨厌去医院了，所以不可以。你都说到这样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不过你为什么讨厌去医院呢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问完了吧？那我先回去工作喽，拜拜。喂，等一下嘛。喂，吃了再走啊。男病房2号病床 Mr. N 要注意手术后的情况，医生交代可能会出现反复的状况。我会注意的。女病房5号病床的 Madeline 今天出院，出院后的医疗规划已经完成，家属要接她出院，因为他们没有聘请家庭看护，所以必须教导他们如何在家自我护理。是照的。除了以上所说的，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Sister， 最近清洁工发现8楼男病人的厕所常出现烟灰和烟蒂，他怀疑有人在里面抽烟。那这段时间呢，大家要多注意，吸烟在医院的范围是严厉禁止的。Mr. 张，我看一下你的处理有什么哈？你要找什么？香烟。喂，你当我这是妈妈 store 来这找香烟？当然不是啦。清洁工人啊，发现8楼男病人的厕所里有人抽烟，所以我们就要做检查。奇怪了，那为什么你一来就找我？不要找明山呢，还是找他？喂，你不要做这样喊做这样，我身体那么弱，怎么会跑到外面厕所去抽烟呢？喂，我人如其名，我叫诚信，我的人是很有诚信的，是我的话我自己承认了。最好是这样，不过我们也只是进行立场检查。啊，对了，那啥，那天我叫你帮我找律师，你帮我找吗？我帮你问过了，其实你要立遗嘱不需要找律师的，只需要找2个成年人帮你做见证，然后把遗嘱的内容、细节还有受益人的资料清楚写明，然后上网登记就可以了。那你做我的见证人吧。对不起啊，护士不能做见证人的，因为有利害关系。哎，不要紧，我帮你见证。那好，那就好办了。妈，你要出去啊？旧同事约我叙旧，你打电话叫我回来吃饭，我回来了，怎么你就出去了？家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饭也不一定要跟我吃啊。怎么你又来了？你还没有学到教训吗？没办法啦，我实在忍受不了你跟义祥这种拖拖拉拉、毫无进展的关系。谁拖拖拉拉了？我们这叫维持现状，挺好的啊。你以为是两岸关系啊？女人始终要有个名分比较踏实。你落伍了，有名分就代表有保障吗？还不是说分就分，说离就离的。哎，你只是从你老姐那边学到那套单身万岁了啊！难得义祥对你那么死心塌地，从离婚那天起啊，就一直想挽回，你就不能为他想想吗？左一句一强，右一句一强，怎么你不嫁给他？哼，我是很想。看来你真的是被收买了。好啦，不要再跟我斗嘴啦。义强啊，已经准备了一桌菜在等你，还不快点上去？上去啊！走啦！哎呀，可以吃饭了。你怎么准备那么多食物啊？只有我们2个人怎么吃得完呢？我叫姐一起过来吧。好啊，然后你就派专机去尼泊尔把他接回来。对了，我怎么忘了？姐被医院派去尼泊尔教授护理知识。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虽然很想忘记，却始终都记得。不过，有人庆祝离婚纪念日的吗？你不觉得很讽刺？不会，因为我想跟你破镜重圆。有一句老话说：“从哪里跌倒，就从那里爬起来。”所以我选择在今天向你求婚。我已经尽量找回同一个款式的戒指，以前那枚戒指，你说你已经丢进捐款箱里，不可能再找到了。
罗君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我很感谢你的用心。这枚戒指，我不能收。为什么？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还做得不够好？不是你不好，是我很享受我们现在的关系，我想维持现状。你不想做回我的妻子吗？夫妻关系看似最亲密，却是最脆弱、最不堪一击的。反而我们现在的关系比较没有束缚，更自在一些。可是我是真心希望能给你一个名分，让你堂堂正正拥有我的一切。这些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知道你是不稀罕，可是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只有你答应跟我结婚，才能表示你已经完全的原谅我了，罗君。再给我点时间考虑好吗？菜都凉了。来，吃饭吧。你站住，不要跑！3秒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看这个庄老师啊，差不多要疯了，他就好像一个火山啊，即将要爆发。如果是我也会报的啊，不容易啊，那么多孩子。人家不是说吗？这些幼儿园的老师啊，应该是爱心满满嘛，整天 love 才对的吗？也是人啊，也会有受不了的时候嘛。你吃错药，干嘛今天一直替他说话？我在反省 ，OK？之前对他那么凶嘛，而且知道他的情况之后，就理解他的行为了。你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人哦。谢谢你啊，不错，爸爸。不错的妈妈。老师，你看。Hello friend， 你没有看到啊 OK friend， 你不要冲动啊，很有可能是误会。Hello friend， 我们亲眼都看到的吗？他用手去戳我们儿子的额头嘞。friend， 很多时候你在家也戳他的额头的啊。我是他的老爸嘞，他算是谁呀？庄老师在我们这里已经教了5年，向来很负责任，也很受小朋友欢迎。2位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前几天我们的儿子从这里回家，我们发现他的背后有片淤伤，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。你们怀疑庄老师打伤你们的孩子？刚才呢，我就亲眼看到啊，庄老师用他的手去戳我儿子的额头。那我觉得呢，他呢是针对我儿子啊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理的。大家冷静一点，我们不要妄下定论，以免冤枉好人。好，那或许啊，庄老师在家里呢，就遇到了一些问题啊，承受一定的压力，导致他的情绪失控。不过，他把自己的情绪呢发泄在小朋友身上呢，我觉得这是不专业的。 2位等一下，庄老师，麻烦你进办公室一趟。Mrs. Cole， 找我什么事啊？这2位家长刚才看到你对小朋友发脾气，是不是真的？小朋友们拿食物来玩，扔来扔去的，我只好喝止他们。可能我的商量大了一点。先这样子吧，刚才我亲眼看到你用手啊去戳我儿子的额头，你怎么解释？那是因为不错的额头有污迹，我在帮他擦拭啊。你很会编故事哦，你不当编剧很可惜哦。 你们不相信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们只想知道不错的伤是怎么造成的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们把儿子送到这里，就是你们的责任，怎么可以说不知道呢？你说不知道，就等于你失职了，不是吗？庄老师，我们只想知道他是怎么弄伤的，也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，不是故意刁难你的。算了。 我知道你们2个对我很不满，既然是这样，我辞职。对不起，Mrs. Cole。
哎，怎么样？上次的淤青退了没有？已经消了，也没有新的伤痕。真的啊？那不错，爸爸跟你说哦，从今年开始呢，你就不用担心哦，去学校哈有人会欺负你，然后呢，让你身上有淤青了哈。耶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张老师已经离开了，他不会再教你了。啊，为什么周老师要走？我很喜欢他。哇，不错，不是吧？那个庄老师啊，他叉腰骂人的时候啊，使我想起谁，你知道吗 ？Snow White 的 stepmother 那个巫婆，哼。不错，我知道你重感情，不舍得看庄老师走，对吗？还有啊，你想想看啊，那个巫婆啊，怎么可以做一个老师，对不对？她用手呢戳你的额头，还弄到你的背淤青啊，啊！爸爸，你搞错了，周老师没有戳我的头，周老师也没有打伤我，是我画画的时候弄脏了额头，周老师帮我擦干净的。那你背后的伤是怎么弄到的啊？是安哥丹推我的。安哥丹，安哥丹谁啊？那个清洁工人啊。看来我们错怪好人了。谢不错，给我过来。上次问你了，为什么背后有淤青，你不说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因为我去放垃圾桶弄脏的地方，让安哥丹生气，我怕你会骂我了。你怕我们骂你就不敢说，现在我就骂你了 ，bad boy。Go back to your room。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呢一定要跟人家道歉的，啊！我知道他住哪里。喂，姐姐呢？庄老师。庄老师，有没有可能他出去了？这个时候啊，有可能去吃饭吧？那我们等还是不等？庄老师，明天再来。等一下你做菜啊？当然我做菜了，一向来都是我做，难道你今晚要做啊？哎，庄老师的妈妈来。对啊。Hello， 安迪。安迪，怎么一个人坐这里啊？你是谁？我是叫做谢耀宗啊，还记得吗？那天在爱的医院啊，我就买了个蛋糕给你吃，然后你还吃了我的面，记得吗？神经病！还讲我神经。安迪，啊，你的衣服好漂亮哦。谁买给你的？我的女儿了。啊，你女儿对你真好啊。她在哪里啊？在家里睡觉了。哈，现在才几点而已，就睡觉了啊？她从早上睡到现在，叫都叫不醒了，懒得要死啊！来，你两个跟我回家，帮我叫醒她。Seriously？ 你们请叫我去倒茶。妍姐啊，你的女儿呢？她在里面睡觉。OK。去。你去了。你去了。赶紧去。去。庄老师啊。庄老师。庄老师。庄老师啊。庄老师。庄老师。庄老师。哎 ，OK。还是会走过熟悉的角落，尽量幽默，让笑不那么做作。你们可以帮我养妈妈吗？你们可以让她住在你们的家，帮她洗手，带她去厕所，提防她不要跌倒。
还要时时刻刻担心他是不是吃了又吃。你喝酒驾车啊？我？那你干嘛看到我就好像看到 traffic police 的 roadblock 一样，马上 U 灯哦？真难得啊，这么有风度，而且长得很帅啊，配得上你啊。Mr. 张呢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魔术师啊，如果他有空的话呢，可以表演几首给你们看的。还给你啊。哎，怎么了？美丽，回叫救护车。让笑不那么做作，忍住不说，可心痛像漩涡。